不可能！人类的精神力竟与我不相上下，没办法了。我不怕他。1号，快走开！撑住，兽头攻上城墙了。这次的胜战，我们必将全力以赴。现身吧！霍雨浩锁定了声音的来源，那是一只巨大的斜眼，身下垂着16条触手，比先前的火邪暴君强大得多。这是一只10万年修为的纯精神系斜眼暴君，它的出现让霍雨浩的嘴角抽搐，这都能让他碰到，这运气真是逆天了。霍雨浩没有犹豫，6个魂环先后升起，第一魂环白光闪耀，他的双眸变成紫金色，2道紫金色光芒直奔斜眼暴君而去。斜眼暴君没有躲避，而是释放出一圈圈银色光纹，二者之间瞬间爆发出一场恐怖的精神风暴，空气剧烈扭曲，周围的植物瞬间枯萎炸碎。霍雨浩被爆炸力卷起，但他并未慌乱。第3、第4魂环接连闪耀，一个白色的骷髅头出现在斜眼暴君的独眼上方，即使是10万年魂兽，也受到了虚弱魂技的影响。就在斜眼暴君全速前冲的瞬间，身体突然在空中停顿，一个淡金色的漩涡出现在他独眼上方，紧接着他被彻底定住。霍雨浩的2大控制系魂技群体虚弱和精神混乱成功施展，展现出他在精神控制领域的强大能力。斜眼暴君的独眼中闪烁着混乱，但更多的是冷酷与狰狞。他高高在上的威势仿佛随时都能将霍雨浩碾压成齑粉。他深知自己的强大，霍雨浩的精神攻击虽然凌厉，但魂力终究不及7环魂圣，与他相比差距悬殊。斜眼暴君对自己的实力有着绝对的自信，他认为霍雨浩的控制魂技只能短暂限制他，一旦全面爆发，霍雨浩必死无疑。然而斜眼暴君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轻敌。他不知道魂师的实力并非仅由魂环数量衡量，霍雨浩的控制魂技虽然短暂，但已经足够改变战局。霍雨浩身前的空气剧烈扭曲，他施展精神干扰，阻挡斜眼暴君的观察与探测。在斜眼暴君眼中，霍雨浩的身体变得扭曲，他无法看清楚对方的动作。但斜眼暴君并不担心，他很快恢复了行动能力。霍雨浩的控制魂技虽然还能起作用，但效果已经大不如前。斜眼暴君庞大的身躯在空中飞行极快，他的16根触手全面张开，闪烁着强烈荧光。这些触手附带着灵魂吞噬的效果，一旦碰触就会释放强大的精神震爆，摧毁对手的精神世界并吞噬其灵魂。对斜眼暴君来说，霍雨浩的灵魂是绝佳的补品。斜眼暴君巨大的独眼中散发出贪婪的光芒，一道直径3米的恐怖荧光从他眼中喷射而出，直奔霍雨浩而去。这是他的强大天赋攻击魂技斜眼凝视，与霍雨浩的灵魂冲击极为相似，威力巨大。斜眼暴君并未全力以赴，因为他不想摧毁霍雨浩的灵魂。然而就在荧光距离霍雨浩不足1米时，斜眼暴君看到了一只眼睛，霍雨浩额头上的命运之眼。命运之眼散发着玫瑰金色的光芒，黑白双色交织，霍雨浩身后的玫瑰金魂环和光轮同时亮起，上面雕刻着3眼金泥和金龙的图案。荧光瞬间冲击在霍雨浩身上，但诡异的是，他的身体变得虚幻，荧光直接穿透而过。荧光持续数秒后结束，所过之处，森林中出现了一条植物枯萎的甬道。但当荧光消失后，霍雨浩的身体重新凝实，竟毫发无损。霍雨浩额头上的命运之眼射出1黑1白2道光芒，瞬间落在斜眼暴君身上。斜眼暴君只感到短暂晕眩，似乎一切如常，但他独眼的银色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黑白交替闪烁的光芒。霍雨浩看到斜眼暴君周围的命运丝线已经断裂，他的魂力和精神力正在迅速衰弱。命运之眼重新变回玫瑰金色，一层扭曲的玫瑰金色波纹从霍雨浩的额头扩散开来，这波纹所过之处，连空气中的灰尘都凝固了。斜眼暴君敏锐地察觉到不妙，他试图催动精神力释放魂技，却发现身体无法动弹，精神力也如同凝固。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本体出现了问题，感受到了那黑白双色的交替闪烁。一声尖叫从斜眼暴君口中发出，他拼命挣扎，想要挣脱这份恐惧。霍雨浩先前释放在他身上的2个魂技只能定住他3秒，但这3秒已经足够。霍雨浩的玫瑰金色光纹释放速度并不快，3秒过后刚好到达斜眼暴君身前。重新能够控制身体的斜眼暴君毫不犹豫地向后倒飞，但他发现自己的速度慢得可怜，仿佛整个身体都退化了。更令他惊骇的是，地面上不知何时多了一块岩石，刚好碰触到他闪避的身体，让他停顿了一下。而这一瞬间，玫瑰金色的波浪光纹已经落在了他庞大的身体上。斜眼暴君的身体瞬间被凝固，原本闪烁着黑白双色的身体上又多了一层玫瑰金色。霍雨浩与他的战斗就像在为他渲染色彩，每一次都分外成功。玫瑰金色的波浪光纹足足蔓延出数百米，才停顿下来。在这直径接近500米的范围内，仿佛出现了一片悬浮在空中的玫瑰金色海洋，霍雨浩就是这海洋的中心。邪魔森林上方的天空突然变得阴郁，但乌云却化为了金色。霍雨浩冷冷地喝道：“灵魂暴震！”玫瑰金色的波浪光纹瞬间震颤，
所过之处并无破坏力，但当这份震荡传递到斜眼暴君身上时，他那庞大的独眼上出现了大片皱褶，整个身体剧烈颤抖起来。一连串奇诡的声音响起，斜眼暴君身上爆开一道道口子，银色气流从伤口中喷出，如同一个巨大的气球，炸开了无数缺口。斜眼暴君那巨大的独眼中依旧充满了不敢置信之色，他无法相信对手的精神力和自己差不多，修为又相差如此之远，竟然能够直接重创自己。霍雨浩手抚额头，命运之眼周围的所有太阳纹路全都亮了起来，下一瞬，一道玫瑰金色的光芒电闪而出，这道光芒仿佛来自于另一个世界，从霍雨浩命运之眼中射出的瞬间就消失了，再次出现时恰好在斜眼暴君面前。银色血光爆射，那道玫瑰金色的光芒悍然从斜眼暴君瞳孔处射入，只留下一点残余在外面。本来就已经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斜眼暴君，庞大的身躯剧烈颤抖着，银色血液虽然不再喷出，但却不受控制的从那独眼上的窗口处不断流出。但就算是这样，霍雨浩也不敢有任何大意，这是他第一次面对10万年修为的魂兽。背后光芒大放，魂导推进器推动着他的身体，几乎是瞬间就横跨100米，来到了斜眼暴君身前。他那冰冷的眼神突然变得温柔，眼眸中充满了思念之色。右拳回收在腰间，天地间所有光芒似乎在这一刻都收敛在了他这一拳之上。一双灵眸，一只树眼，全都是光芒大放。强烈的精神波动令周围空间出现了无数细密的裂缝。思东拳，思如拳涌。霍雨浩这一拳直接轰击在虚空中，一道巨大的金色光柱悍然轰击在斜眼暴君的身体之上。顿时，先前出现在空中的无数细密空间裂缝也同时作用在他那庞大的身体上，混合着霍雨浩魂力和更加致命的实质级精神力再次爆发。斜眼暴君的瞳孔处直接出现一个直径超过1米的巨大窗口，径直击穿。斜眼暴君身体周围原本散发着的精神威压骤停，那张牙舞爪的16条触手也全部停滞在半空之中。霍雨浩的身体晃了晃，但他很快就站稳身形，一道金光从斜眼暴君的窗口中飞回，落在他手中，正是当初王秋儿赖以成名的黄金龙枪。庞大的生命力顺着黄金龙枪飞速朝着霍雨浩体内涌去，而先前从斜眼暴君身体里抽出的那一部分，竟然还带着一股银色，继续吸收着斜眼暴君的生命力，反哺霍雨浩。霍雨浩原本有些苍白的脸色迅速恢复，但他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迅速向前跨越一步，黄金龙枪交到左手，右手挥出巨大的暗金孔爪横空出世，硬生生的将一道刚刚要飞升而起的银光拍了下来。这是一枚银色晶体，其中蕴含着极其浓郁的灵魂波动，即使是锋锐无比的暗金孔爪也无法将其破开。那强大的灵魂之力瞬间收敛于内，银色晶体闪烁着耀眼的光晕。霍雨浩尝试用黄金龙枪攻击，却发现这晶体上有着一层坚固的灵魂壁垒，连生灵守望之刃也无法撼动。斜眼暴君的灵魂本源藏在这晶体之中，霍雨浩深知，若不将其彻底摧毁，对方随时可能复苏。斜眼暴君虽被击杀，但未掉落魂环，这意味着他并未真正死去。霍雨浩急需第7魂环，而对方又是主动追杀他，他没有任何犹豫的理由。霍雨浩深知，对付灵魂，自己有着独特的优势。他低声吟唱起艰涩的咒语，一小簇洁白的火焰在他面前逐渐成型。这火焰看似无温，却异常凝实。银色晶体在火焰出现后剧烈闪烁，斜眼暴君的灵魂发出绝望的哀嚎：“你敢杀我，你死定了！父亲会为我复仇的！你放了我，我保证让你平安离开。”“不要，不要啊！”霍雨浩毫不理会，暗金孔爪压制住银色晶体，那洁白的火焰轻轻飘落在其上。坚硬的银色晶体瞬间发出凄厉的惨叫，如同冰雪般消融，而其中的银色气流被火焰完全吸收焚化。这是净化之火，专门用于净化灵魂。无论何种级别的灵魂，遇到它都是绝对的克星。霍雨浩是斗罗大陆上唯一能够在短时间内释放净化之火的人。随着银色晶体的彻底融化，一圈血红色的魂环终于展开。霍雨浩看着这魂环，心中先是惊讶，随后抿紧嘴唇。他没有急于吸收魂环，而是在斜眼暴君的尸体中寻找魂骨。很快，他找到了一枚小巧的银色头骨。正如天梦冰蚕和冰碧帝黄蝎所说，斜眼暴君的魂骨几乎必然是头部魂骨。正当霍雨浩准备将这枚头骨收起时，他额头上的命运之眼突然亮起，一道玫瑰金色的光束射向银色头骨。瞬间，头骨被渲染成玫瑰金色，体积急剧缩小，飞向命运之眼。一股强盛的精神力涌入霍雨浩的精神之海，随后被一股更为霸道的存在包覆。霍雨浩感到古怪，似乎这头骨被命运之眼直接吞噬了，不，应该是被秋儿的3眼金泥头部魂骨吞噬了。霍雨浩心中一热，难道王秋儿还有残留意识存在？他正想感受头部魂骨的变化，脑海中却传来天梦冰蚕的声音：“此地不宜久留，赶快吸收魂环，离开。”霍雨浩立刻反应过来，这里是邪魔森林深处，没有人在旁护法，确实不宜久留。他从手腕上翻出一个小巧的魂导器，
这是一枚血红色的魂环储存器，由特殊晶体雕刻而成，上面布满复杂纹路。霍雨浩启动魂导器，红色波纹扩散开来，迅速将血色魂环吸收进去。这是宣子文为他打造的8级魂导器，能够暂时储存魂环，最多可储存9个，维持1周不消散。霍雨浩心中感叹宣老师的天才，随后立刻腾身而起，朝着远处飞去。然而，就在霍雨浩放松警惕之时，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怖危机感从后方传来。一个充满怒气的声音在邪魔森林的每一个角落响起：“是谁？是谁杀死了我的儿子？是谁？”这声音以强大的精神力发出，无论是人类还是魂兽都能感受到其中的愤怒和恐怖。整个邪魔森林超过1/3的空间都扭曲起来，无数魂兽痛苦倒地，霍雨浩的身体也明显迟滞了一下。霍雨浩心中骇然，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惹上了大麻烦。邪眼暴君曾说他的父亲会为他复仇，霍雨浩原本并未在意，但此时他突然想起，邪魔森林中确实存在一位强大的存在，那位邪帝。他意识到自己刚刚击杀的邪眼暴君正是邪帝最小的儿子。邪帝虽然在沉睡之中，但与每个孩子都有直接的精神联系。邪眼暴君的灵魂本源被霍雨浩摧毁后，邪帝自然被惊醒。霍雨浩头皮发麻，他不敢再有任何保留，全面开启魂导推进器，拼命朝着前方飞奔。此时邪魔森林中的魂兽都被邪帝的怒吼吓到，不敢来拦截他。霍雨浩心中抽搐，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运气如此之差，哪怕得到了王圈的献祭，依然如此倒霉。但现在显然不是抱怨的时候，他一边狂奔，一边将精神力全面释放，模拟、干扰，试图掩盖自己的气息。他只希望邪帝的苏醒需要时间，而他又没法第一时间锁定自己。然而事实总是残酷的，在邪魔森林深处，一道直径超过100米的红色光柱冲天而起，直冲上千米高空，周围的云雾迅速聚集，形成一片血色天空。光柱破开云层，露出一只巨大的血色眼眸，俯瞰着邪魔森林。邪眼暴君主宰发出一声充满悲痛与愤怒的呼唤，试图寻找自己死去的儿子。这声呼唤蕴含着诡异的精神波动，以邪魔森林核心为圆心，扩散至森林的2/3。霍雨浩正在逃离，但速度远远不及那精神波动的扩散范围。当他被这股精神波动触及，藏在身上的魂环储存器微微发热，他意识到不妙。邪眼暴君主宰正通过精神呼唤寻找妻子的灵魂波动，而霍雨浩手中的魂环中残留的邪眼暴君灵魂波动暴露了他的位置。霍雨浩的命运之眼瞬间亮起，脑后的光轮也再次闪耀。下一刻，天空中的血色眼眸发动攻击，一道直径100米的血色光柱从1000米高空折射而下，瞬间将霍雨浩所在的区域化为一片血红色的废墟。直径1000米范围内寸草不生，大地被摧毁，仿佛连土石的生命都被剥夺。然而，在这片人间净地的中心，霍雨浩竟然还活着。他狼狈不堪，全身泥土覆盖，衣服破烂，但依然顽强地站了起来。他感到极度晕眩，精神之海被抽空，全身无力，但仍然庆幸自己还活着。他之所以能够承受邪帝的攻击，是因为王圈留给他的头部魂骨帝皇瑞兽头骨。这枚头骨拥有精神免疫的特殊能力，每天可以免疫3次任何类型和强度的精神攻击，除非是神发动，否则无法突破。霍雨浩检查了自己的魂环储存器，确认它完好无损，里面的10万年魂环也没有损毁。他迅速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一个银色手环，催动魂力将其变成一件人形魂导器，将自己全身包覆。这件魂导器是宣子文为他打造的7级魂导器，内部配备了12个小型6级压缩密封奶瓶，足以支持他完成一场高强度战斗。霍雨浩启动魂导推进器，迅速离开邪魔森林，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吸收第7魂环晋级魂圣。此时，在史莱克城外的战场上，冲锋在前的魂兽大多是修为较低的10年和100年魂兽，他们被用作炮灰，虽然战斗力远超一般人，但在诸葛神弩炮的轰击下几乎毫无还手之力。32门6级诸葛神弩炮同时发射，数百枚高爆魂力能量压缩弹瞬间在魂兽群中引发了一场恐怖的能量风暴，大量魂兽被炸得血肉横飞，魂环四散。史莱克城防军在石星的指挥下士气大振，他们目睹了诸葛神弩炮的惊人威力，信心倍增。石星高呼为了史莱克的荣耀，激励战士们燃烧热血，战至最后一人。诸葛神弩炮的第2轮齐射再次重创魂兽大军，令其前锋损失惨重。然而，就在史莱克城防军欢呼之时，远处魂兽大军中一道碧绿色的身影升空而起。这是一名绝色女子，她背后长着一双碧绿色的翅膀，散发着强大的生命气息。她是翡翠天鹅碧姬，10大凶兽中唯一不擅长战斗的存在，以治愈能力闻名。碧姬释放出碧绿色波纹，治愈了受伤的魂兽，并将他们的魂环吸收，令其伤势迅速恢复。碧姬的出现让史莱克城的众人感到震惊，它表明人类对魂兽的威胁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这次的圣战，魂兽们必将全力以赴。宋老悬浮在空中，与碧姬遥遥对峙，质问他为何对人类的生命视而不见。宋老指出，魂兽们因为帝皇瑞兽的死而迁怒全天下人类，这是极不公平的。
他质疑碧姬的悲天悯人是否只针对魂兽，而忽视了人类的生死。在碧姬成长过程中，他以慈悲为怀，为受伤的魂兽治疗，甚至劝说保护者放过攻击他的魂兽。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被他治愈的魂兽选择守护他，他也因此快速成长，修为一日千里。碧姬的治疗能力逐渐变得极为强大，他开始在星斗大森林的魂兽战争中出现，努力阻止战争，为受伤魂兽治疗，维护森林和平。碧姬的修为在短短10万年内，先后5次冲破瓶颈，达到了接近60万年，甚至在最近万年因帝皇瑞兽3眼精灵的存在而提升更快。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强大的魂兽，影响力极大，仅次于兽神帝天。他与帝天关系密切，甚至有传说他是帝天的妻子。在10大凶兽中，他排名第4，仅次于帝天、邪帝和雪帝。在当前的兽潮中，碧姬的出现让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他认为人类的武器对魂兽构成了巨大威胁，如果不加以削弱，魂兽将无处容身。他的态度表明，即使他爱好和平，也无法容忍人类对魂兽的威胁。面对碧姬的强大辅助能力，宋老意识到必须加以限制。他化身为青影神鹰，以惊人的速度冲向碧姬，试图阻止他。然而碧姬的防御极为强大，宋老的攻击被轻易弹开。此时一只6翼暗金虎出现，试图攻击宋老，但被他轻松击退。宋老作为海神阁中仅次于玄老的强者，拥有97级的魂力修为，他深知必须阻止碧姬，否则史莱克城将面临巨大危机。